Every day, major events occur, and media outlets report on them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The 60O World Today team aims to provide viewers with a more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ve grasp of these events. We are committed to continuously upgrading the quality of our information product. We welcome you to join us and stay informed. 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各大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总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角度。怎么迅速而不遗漏获得他们中的要点呢？今日6度团队根据权威媒体、智库和官方机构提供的信息，对此做出专业整理、分析、比较，让大家对重大事件了解更深入，掌握更完整。我们会不断升级今日6度的智能与专业性，欢迎大家收看。山东院长，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捍卫。金融时报。事实上，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将头发染成黑色，以展现活力和活力的形象。这是海外观察家和加拿大政治理论家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在他的回忆录《山东院长》中探讨的这个国家的一个特征。贝尔曾在一所中国大学担任行政人员，是儒家思想专家，并因主张中国应该择优，而不是通过西式选举来挑选领导人而赢得赞誉。虽然贝尔的书的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上，但他也延续了他支持中国政府制度的论点。大投资者抛售中国股票，为投资组合增加石油。路透社。高盛 Goldman Sachs 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担心的院政治紧张局势和中国经济从 COVID-19 低迷中复苏，全球大型基金经理纷纷抛售中国股票。大型投资者也以接近创纪录的速度增加了美国能源股，这是在沙烏地阿拉伯及其欧佩克加盟国于4月初宣布意外下调产量目标后，今年原油价格上涨的推动。对冲基金上周以3个月来最快的速度购买了美国能源股。中国政府如何外包镇压？外交官。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政治学教授 Lynette H. Hong 博士表示，中国的镇压机器在没有正式机构的情况下运作，依靠暴力暴徒和非暴力经纪人。王在《外交家》上写道，社会经纪人或在其社区中具有信誉的社区志愿者能够说服同胞遵守州法令而不诉诸暴力。王补充说，外包镇压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持久性，但新疆和香港等地区的持续镇压正在削弱对该党的支援。FBI 逮捕涉嫌中国特工，设在曼哈顿经营未经申报的警察前哨。据 CNN 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2名涉嫌中国特工，联邦检察官指控其他几十人在美国境内从事压制和骚扰异议人士的工作，其中有些人甚至在纽约市经营一个未申报的警察局。据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发言人约翰·马佐利 John Marzulli 说，2名与中国城的非法警察行动有关的人周一被捕，预计将在纽约联邦法院出庭。被告涉嫌在曼哈顿经营一个未申报的警察前哨。发言人说，自去年秋天在该地点执行搜查令以来，该警察局已被关闭。这些指控是在3个刑事案件中提出的。几名被告仍然在逃。中国可以选择间接武装俄罗斯，但它需要吗？外交官。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关于中国是否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猜测有所增加，尤其是在2月和3月声称北京正在考虑此举之后。虽然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出售用于对付乌克兰的武器，但更具创造性的武器转让政策可能包括与伊朗和缅甸等不太容易受到西方压力影响的国家合作，向俄罗斯进行大量转让。向在乌克兰境外作战的俄罗斯部队提供中国武器存在重大风险，特别是如果他们被西方列强捕获或进入。然而，中国的供应可以让俄罗斯目前的更多武器库用于乌克兰，而中国的新武器可以用于任何更广泛的北约俄罗斯战争。为俄罗斯国防工业提供技术专长以及继续进行民用和两用物品贸易，被认为对俄罗斯的战略地位比任何武器运输都更有价值，并且可以使中国保持中立，但对俄罗斯具有战略重要性。中国星期2将在黄海举行重大军事活动。彭博社。根据海事局的一份声明，中国军方正准备在黄海进行重大军事活动，演习的性质没有透露。这一消息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宣布的。北京声称台湾已被华盛顿的极端派系劫持。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周会见了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促使中国在该地区进行军事演习。欧洲的对华政策陷入混乱。外交官。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已经表明，欧洲尚未对中国采取共同的复杂的方法。马克龙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冯德莱恩陪同他进行了部分访问。
冯德莱恩在布鲁斯尔莫卡托中国研究所和欧洲政策中心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中国的整体战略态势已经非常刻意地加强，并指出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更加遥远和困难。相比之下，马克龙表示，陷入不属于我们的危机是欧洲面临的巨大风险。同一时期，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访问中国，警告不要对台湾使用武力。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 （Josep Borrell） 因 COVID-19 检测呈阳性而不得不取消对中国的访问，他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要求中国对台湾保持克制。我关于中国在印度和全球影响力的采访。外交关系委员会根据 The Wire India 的最新采访，中国在印度和全球范围内培养了媒体和信息影响力的努力。北京的努力在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取得了成功，同时仍然试图用他的观点淹没印度的媒体领域。媒体限制的民主执行为中国的影响力创造了真空。普京赞扬俄罗斯与中国的军事合作。金融时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赞扬了俄罗斯与中国的防务伙伴关系，并警告说，除了与乌克兰的战争之外，还存在安全威胁。这是两国关系深化的最新例证。普京说，俄罗斯和中国定期交换有用的资讯，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进行合作，并举行联合演习。两国国防部在其他领域同样积极工作，例如经济关系。普京的评论表明，自全面入侵乌克兰开始1年多以来，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国。中国油菜籽突破或提振冬作物和种子自力更生。南华早报，中国农业科学院 COS 开发了一种冬季油菜籽品种，可以提高国内植物油产量并减少对进口的依赖。该新品种目前正在中国东部进行测试，旨在增加1年中最冷的生长和耐寒性。如果成功，菜籽新品种可以提高植物油产量，并通过每年增加1125万吨菜籽，使中国的植物油自给率提高 12%。由于严重依赖进口，中国食用油自给率目前仅为 30% 左右。参议院 COVID 起源报告详细介绍了实验室泄漏理论。Axios 参议院的一份报告表明，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能起源于中国武汉的一次实验室事故。该报告提出了由遏制失败导致的研究相关事件的可能性，这是 COVID-19 大流行的原因。然而，该报告没有提供具体证据表明大流行是由实验室泄漏引起的。大流行的起源使科学家产生了分歧，一些人认为大流行来自活体动物市场，而另一些人则指向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杂技演员摔死的恐怖。BBC 一名中国杂技演员在安徽省中部苏州市的空中飞人表演中摔倒后死亡。与丈夫一起表演的孙在过渡期间没有被搭档抓住，并在坚硬的舞台上摔下了很高的高度。他被送往医院，无法挽救生命。中国社交媒体对碎落的镜头反应强烈，在许多情况下，安全措施不足、监管不严以及表演危险特技可获得的经济回报是悲剧背后的关键因素。谢谢大家收看今日6度中国版。更多及时的新闻，请看6度世界 3w.66.world。